截至今年7月份，我国的窄体机和宽体机规模相比2018年7月增加了 18% 和 26%， 但最大的赢家是空客。增长的机型主要是空客 A320neo、A321neo 和 A350-900。相比之下，波音则是最大的输家。我国本身就拥有庞大的宽体机市场规模，这也是波音公司的潜在机会。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其市场份额呈不断下降的态势。机队数据显示，虽然在疫情期间，我国的国内航空市场在缩减，而且国际市场也恢复缓慢，但我国的航空公司还是采购了大批空客飞机，而且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向客户交付了第2架。2022年，在我国3大央企航司从空中客车公司购买300架飞机后，波音公司表示，他们对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国飞机出口感到失望。但随着过去5年中国航空公司机队的平均机龄显著增长，波音或许能够东山再起。因此，有行业专家表示，尽管中国航空公司缺乏波音订单，但增长仍然是可能的。尽管显然与过去10年中期的轨迹不同，在疫情和737 MAX 生产暂停造成的干扰之后，中国机队将需要更多新飞机来促进增长和更换。737 MAX 在连续发生2起致命事故后，我国在2019年3月率先停飞了该机型。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了2起空难，导致346人死亡。而波音737 MAX 在1月份才在中国恢复运营。行业数据显示，在未来10年里，中国航空公司将需要约2800架新的窄体飞机和600架宽体飞机，而我国窄体客机的平均机龄为 8.7 年，宽体机平均机龄为 7.6 年。现在空客和波音都还有大量积压订单，如果波音获准再次向中国交付飞机，那么波音可能有机会在有空位的情况下出售更多飞机。今年7月份，波音公司执行副总裁斯坦迪尔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声明表示，两人就波音在华业务发展以及加强美中民航合作交换了意见。今年7月底，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和分析师举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超过 90% 的737 MAX 现已在中国恢复运营，并且他们收到了很多好迹象，例如恢复交货。相比波音，空客在我国的日子要好过很多。有专家分析，从空客而不是波音订购，也可能是提醒欧盟与中国保持积极和建设性关系的经济利益的有效方式。现在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发展也越来越好，对其进行的巨额投资也意味着从外国竞争对手那里订购的需求正在减少。中国商飞表示，未来5年其年产能预计将达到150架以上。国产飞机市场份额的提升，意味着对进口飞机的依赖在减少。